小姐，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我听说你在报社干的是风生水起啊。哎，没那么夸张。我们这次来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电车案的情况。好啊，尽管问，知无不言。客气点儿。再拿一个就是了。抱歉啊，这人脑子好像进水了。你脑子才进水了。我听说之前贵公司跟华康电车闹过一些不愉快。做生意就是合作、竞争，愉不愉快其实不重要。我看过账，曾经有一段，东海电力对华康电车的供电价格，要远高于正常的合约电价。是，你连电都用不起，你还做什么生意啊？工部局是批准了之后，我再给他提的价，完全合理、合法又合规的。是这样，我在华康电车的提案上面看到过，您曾经想要收购他们。没错，确实是这样。我当时很有这个意向。你要知道，当时他们经营不善，资金又没有，我这儿资金又充足，电的价格又便宜。哎，当时他们要有这个远见跟我合作，100%是双赢，没谈成。那现在华康电车出事儿了，已经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现在收购还来得及。你这是给我挖坑呢。陆先生，借个光。哎，等一下。这个是什么人？路人在苏州河边发现的。那需要验尸吗？不需要。这种情况，没人认领，回去登个记，然后火化。这也太草率了吧！你知道上海滩一天死多少人吗？如果每个案子咱们都这么细查，人手再多100倍也没戏。这个人必须验尸，现在就验。死者的头部遭受过重击，面部也被利器割伤，血液中钠钾严重超标，腹部还有未消化的坚果和葡萄干，手足处均有被捆绑过的痕迹。他的衣服验了吗？还没有呢。验一下。我在他的身上闻到一股很熟悉的气味，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好的，我尽快啊。小雨，要这个吗？呀，你怎么还没走啊？怎么了？电车案没破，你还有心思管别的？这个死者跟电车案有关，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场闻到一股怪味儿，这个人身上有一样的味道。毛三儿啊，你认识？小混混，好色又好赌，每次赌输了就拦路抢劫，抢到钱回去再赌。佑宁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让下夜班的女工注意安全。夜班女工，这哥们儿应该是看到了什么，才被灭口。听说你跟毛三很熟。你谁啊你？巡捕房呢？这乔四爷。乔探长，说吧，最后一次见毛三什么时候？这个月初5。案发那天。具体时间呢？那天凌晨我输光了，我刚出来就碰到毛三，他春光满面的。我问他是不是发财了，他说是。之后第2天还以为我多把大的，之后再没见过他了。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哥，我没跑啊！哥，我啥也没干，我说，我之前偷辆自行车，借给毛三骑了2天，等还我之后我再没骑过了。车呢？叶下珠，叶下珠，那是什么呀？一种常见草本植物。泥土里有不规则的侵蚀颗粒，碎到这种程度应该是炸的。上海周边只有佘山有一个新石矿场。走吧。现在？白佑宁答应我，只要破案他就搬走，赶紧的，时间不等人啊！接着举着去。啊？我这都陪你在这矿场找了一晚上了，到底有没有发现？别急嘛，毛三肯定来过这儿。话说你就那么讨厌佑宁啊？你不烦他啊？佑宁吧，虽然性格和脾气有点怪，但心肠很好。你忍他是因为白老大。你还不了解他，以后接触时间长了，慢慢你就能接受他。放心吧，不可能。那是什么？看看去。哇！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呀。电车找到了，女工可能也在附近。小心！陆阳，人都解决了，别藏了。我在这儿。过来，没事的。谢谢你救我一命啊！本能。哎，不，我就是出于一种保护钱包的本能啊！好，行，那以后我就是你钱包了。江湖道义，我肯定有恩必报。那这样吧，不如你现在就报一下。现在？你不是说有恩必报吗？这报。好，报，来，报。干嘛呢你？你不让报的吗？我说的是报答的报，谁让你报我了呀？那你不讲清楚。你们几个在后山搜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余党。大个带队找一下女工，一个都不能少啊！是。过去吧。找到了，所有人都找到了，都找到了，一个都没少。阿德，带他们回去做笔录。走。行，完事了。你呢？结账。你搬家。完事儿了。这人刚找的，车怎么来的？谁弄来的？都还不知道呢。这事儿有这么重要吗？废话。你知道我是谁？吴天鹏，东海电力总裁。乔四爷，吴总裁，我们这次不请自来的原因，
你应该清楚吧？我还真不知道。消失的电车和女工，我们刚刚已经找到了。恭喜啊！你派去看守电车的人已经招了，说这起案件的主谋就是你。我是主谋？那你说说看，这么大一个电车，我是怎么给变没了的？这太简单了。案发之前，电力公司借口维修电路，在那个3岔路口多布了一条临时电缆。当晚，你提前布置了大量人手，在指定位置铺设了大量的干冰和烟饼，并且临时架设了一条软木轨道用于走车。电车开到附近时，你们给电路断电，车体失去了动力，凭借着惯性运动到指定位置。电车停下以后，你们点燃烟饼，车厢里的女工发现不对，放声尖叫。此时，你的手下上车把他们给控制住了。同时，有人向干冰泼热水，产生浓雾，铁轨周围的地面因温度急剧变化而开裂。此时，人造的大雾包围了车体。之前埋伏好的手下立即给电车变道，手动把电车推进那条软木轨道。随后，电边接上之前布置好的电缆，悄无声息地离开。之后，你们在某处把车体拆成了零部件，随后运到了矿场里重新组装。在烟雾散去之前，你们一边制造怪异的声响，一边忙着拆除临时的轨道，布置脚印。你们想利用恐龙的脚印，把线索引到酷爱恐龙化石的英国人乔治身上，只可惜那些化石上沾的都是一些陈年老血，时间上对不上。你费这么大个劲，到底图什么？当然是为了赚钱呀。他故意制造恐慌，想让电车公司的股票大跌，然后再低价收购。可他没想到的是，人家早就买了保险了。我这听了半天，好像你们这些都是猜测吧？3年前那个触电事件，也是你干的吧？还有相关律师、媒体，都是你暗中指派的。啊，还有这次家属游行，还是你组织的。能不能拿出点证据啊？啊，吴老板，其实呢，劫车事小，但是你不应该杀人。哎呦，你们这故事可编得有点过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样杀的人。我之前来过这儿，当时茶几是玻璃台面，窗帘是绒布材料，茶几上放着雪茄专用烟缸。我第2次来的时候，发现茶几换成了大理石台面，窗帘也换成了这个。茶几上的烟缸从有凹槽的雪茄烟缸换成了普通的，而且地毯被清洗过，屋内一股清洁剂的味道，跟白小姐用的牌子一样。哦，之前我偷吃过一块你的切糕，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在毛三的胃里发现了尚未消化完的葡萄干。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也来过这儿。当时，毛三在3岔路口守株待兔，准备抢劫下夜班的女工，偶然发现了你们的行动。他身上的硫磺味儿也是这个时候沾上的，于是他就骑车跟踪你们到矿区，随后来敲诈你。给不给吧？给个痛快话。给过来。你就是在这个屋子里用雪茄烟缸将其砸死，血迹喷的到处都是，所以你不得不换了茶几，换了窗帘，最后再洗了地毯。你们这都只是猜测，你并没有实证啊。那这个你认识吗？当时橙子滚到沙发底下，我伸手去捞时，衣袖上沾了烟丝。死者头部的伤口混有雪茄烟丝，
经过化验，正好是丹纳曼皇家玉质，全上海就只有你这儿有。验尸官会证明你的罪行。你们这是诬陷，我必须找我的律师。那我倒要看一看，整个上海滩有谁敢给你辩护？终于结案了。你结账，你搬走。出锅了。尝尝。没钱。没事儿，我请你，就当给你送行了。你真想赶我走啊？你不会要反悔吧？你自己说的，办完这个案子你就搬走。可是我房租都已经交了，房东不会退钱的。那你爹是白老大，你要钱谁敢不给啊？那我们之前都已经签了合同，按法律规定，房东就是可以不退钱。我总不能叫人打他吧？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半年房租，我马上搬。你，哎呀，别气啦，你不觉得吗？咱俩其实挺有缘的。少来这套，别去。哎，你刚说要请我试试的。手艺不错啊，罗宋汤会做吗？我更喜欢那个味道。佑宁还没搬呢，暂时搬不了，那公寓各方面条件都挺好，而且房子也不贵，所以孤男寡女的同处一室，成何体统？他是想气死我吗？但我觉得佑宁现在状态挺好的，每天生龙活虎，跟打了鸡血一样。要不您看看再说呗。路遥人品怎么样？贪财啊，但不好色，至少我觉得对佑宁是没什么兴趣。我女儿那么漂亮，他都没兴趣，他是想死吗？没兴趣还不行，有兴趣您不得担心死呀？我跟你说啊，派人盯了他们俩，如果那个小子要敢对佑宁出手，直接咔嚓喽。那如果佑宁对他出手呢？也咔嚓喽。您这不是？I didn't expect the Chinese to be so ruthless, killing and kidnapping to annex my company. We cannot just let them go around committing crimes anymore. However capable they may be, just be patient. And know, sooner or later, this Mr. Bai will have trouble. And then, I will show them who are the real owners of this concession zone, right? 搞了像真的一样，天天加班。侬讲啊，有啥卵用啊？天天辣盖吹牛，像搿种人啊，也可以提升科长，死他吧！沈科长，沈科长，开门呐！开门啊，沈科长！614，都在沈科长身上呢。我们没有啊，快点！省长，他为啥要自杀？放屁！他自杀能把自己脑袋砍下来？对啊，怎么办？慌个屁！别救我死人了！方麦，保护现场。是。
我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偷九叔的东西。我没偷，不是我偷的。年纪轻轻的，可惜了。开挂！放家伙！有人在场的，放家伙！周四，连我的人你都敢打？打的就是你的人，让开！我让你让开！我现在就职于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以后叫我乔探长。这次我来是来处理一个人口失踪案。赵小文是你吧？对，是我。松毛，跟我走。他可是偷了九叔的玉戒指。萨利姆，既然身份变了，就不能按老一套来办事儿了，把他关进捕房，按盗窃罪处置。探长，有案子，杀人案。您知道我昨晚几点才睡的？你几点睡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赶稿子啊，大哥。所以呢？能不能拜托你再让我多睡一会儿？算我求你行不行？我下午还有采访，我真的很需要休息啊。我也不想打扰你，可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感觉到音乐之神在召唤我，我现在手也痒，心也痒，根本就控不住。我看你是皮痒吧？哎，你要是敢打我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报警哦。拉不拉姐？拉不拉？不，就你拉，就你欺我，就你欺我！救命！杀人！哎，对这种人，你绝对不知道。怎么又是你？阴魂不散。有正事儿啊！我长话短说，死者沈大志，淞沪警察厅闸北分厅护政科科长，死亡时间昨天晚上10点左右。死因呢？目前呢还不明确。死者右手握枪，天花板上有一个弹孔，但身上却没有，头部几乎被砍断了，而且案发现场门窗都已反锁，没有任何人进出。漂亮，密室杀人案呢？罗先生，开个价吧。No， 这单我不接了。为什么呀？巡捕房在租界，警察厅在华界，政商关系错综复杂，两头掐得厉害，我可不想淌这趟浑水。对啊，华界的案子为什么让租界巡捕房调查呢？分厅的厅长呢是老爷子的门生，老爷子让我尽快处理，不要影响他的仕途。一个门生能干到厅长，你们家老爷子没少花钱呀？对，花了不少钱，所以啊，让我尽快破案，只要能保住他的位置，价钱好商量。哎，大家都是兄弟，谈钱多俗啊。但是你这个表，我这表呢是我朋友送给我的，如果你喜欢，帮你订一块，1个月就到。啊，这样啊，那算了算了算了。
别说这块表做工真的没得挑，男的送的女的送，以后有这么大方的朋友，给我也介绍俩。Good morning, sir。摸你个头啊 ！Watch your mouth。你咬我呀？啊，这不是咱地盘，稍微收敛一点。哪位是乔探长？我就是，说下情况吧。昨晚10点，我们听到了枪声，第一时间冲了进去，发现沈科长死在屋里。10点还没下班，够辛苦。是啊，最近事儿多，这一周沈科长经常加班，深更半夜才回家。尸体呢？这边。这边请。案发前后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人吗？没有。当时天很黑，要是真有人逃走，那也不好说。不可能啊，有人守着门呢，而且沈科长那间屋里外门窗都是关的，不可能往外逃啊。尸体动过没啊？没有，通知巡捕房以后，厅长让我封门，保护现场。到了，里面请。哇！最新款的留声机，全球限量100台，这个。哎，这个声音真的是听得让人有醉。看一眼尸体去。我看过了。你该不会是晕血了吧？我解剖课满分。那你看呀。能拍照吗？你说呢？偷拍也不行啊。没有破案之前，任何线索不得见报。再说这种断头式照片，你也敢登报吗？哇，脸色不大好啊，是不是不太舒服啊？某人不是号称解剖课满分吗？太久没上解剖台，有点不适应。走吧。来。那个科长，颈部的伤口十分的光滑，手起刀落没有一丝的迟疑，看刀口，应该是高手干的。刽子手，你又知道了。你出门没戴眼镜？刽子手连环杀人案，民国4年，10年前的旧案。死者手里有枪，天花板上有弹孔，感觉像是发现了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举枪射击的同时，瞬间被砍断了。天花板上能有什么？鬼喽！啊？你也这么认为？否则呢？苍蝇、蜜蜂、蚊子、小鸟，也不可能在警局里开枪吧？这个鬼，你也见过？那倒没有。但我听说沈科长10年前抓到了刽子手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才当上警员的。之前他就是个巡逻的。那你把情况介绍一下吧。民国初年，那会儿不是刚把斩首取消了，有个松江的刽子手叫王一刀，在家闲着没事干，手痒，就连着杀了好几个人。后来被巡夜的沈科长拿下，处决前，王一刀在刑场上放话，说将来还会还魂回来报仇。这事当时闹得特别轰动，还上过报纸。10年前处决，现在才还魂，看来这地府比咱上面还忙。你也信这个？你觉得沈科长为什么突然想起来看卷宗？肯定是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行了，别一天神啊鬼啊的，胡说什么？哥，别忙了，待会儿走了就。哎，老爷子身体还好吧？啊，挺好的。
哎呀，兄弟，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儿。你说这案子也够邪门的啊！发现尸体的时候，里外门窗都反锁了，门口还有警卫，楼道里还有我跟警员，绝对不可能有人从这屋里跑出去。按门按道检查过吗？绝对没有。哎，要不你再派人再仔细检查一下。老爷子交代我，说这个案子必须得破，绝对不能耽误你的仕途。哎呀，还是老爷子对我好啊，兄弟，让你多费心了。倒是自己人嘛。这个风扇很可疑啊。怎么说呀？如果身形足够小，应该能从扇叶钻出去。不可能。为什么？昨天晚上进来的时候，风扇还是开着的，后来我觉得房间阴气太重，才给关上。所以说嘛，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是恶鬼索命，是吧？我们私底下全都这么认为。回去赶紧跟哥儿几个说一下，横死的人啊，怨气最重，赶紧去庙里求几个护身符，特别是平日里跟他有仇有怨的这种人，最容易被恶鬼缠上。赶紧去，啊！你到底想干嘛？经过这一轮勘察呢，我认为这个房间里最可疑的就是这个留声机。嗯，可疑在哪儿啊？你看啊，这个办公室的装修风格很土，毫无品味可言。可是这个留声机，据我所知，全上海不超过3台，而且它听勃拉姆斯。勃拉姆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啊，就说了你也不懂。总之啊，推理过程中任何与死者身份不符的证物都是线索，所以这个留声机啊，我必须拿回去好好研。少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我警告你啊，不要阻挠我办案。这台留声机呢，是我们家老爷子送给厅长的。前2天副市长过来视察，怕影响不好才放这儿。这些都是托词。来，过来办公室。大哥，这案子真的很重要。我知道啊。要不这样，你把案子破了，我代表厅长把这个送给你。真的假的？真的呀，自己破案去。那这些个唱片啊，都送你了。手起刀落，没有一丝的迟疑。沈科长10年前抓到了连环杀人案的凶之前，他就只寻王一刀。密室杀人案。王一刀在现场上说，将来还会反腐府兵来报仇。想到什么了呀？混了。干嘛呀？刽子手杀人案呢。然后呢？跟案件相关的卷宗你不看吗？我有阅读障碍，字一多呢，我就头晕想吐。没关系，我给你讲。民国初年，斩首改枪决，人称王一刀的刽子手失业后无所事事，日日买醉。民国4年1月3日深夜，王一刀在酒后偶遇一侥幸脱罪的杀人犯，言语间与犯人发生冲突，王趁着酒意将对方拖到阴暗处，一刀斩杀。案发后，王一刀迅速被锁定为凶手。然而，在追捕王一刀的过程中，接连发生了2起斩首命案。由于此案迟迟未破，引发了市民恐慌，警局巨额悬赏王一刀。随后，在王一刀2月5日再度作案时，被一个临时巡警在香满楼门前抓获。被捕后连夜审讯，王一刀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毫无悔意。次日深夜，对他执行了枪决。也就是说，他是在杀第4个人的时候被抓的。确切的说，是在抛尸的时候。诶，发现了什么？第一个是侥幸脱罪的杀人犯，第2个是刚刑满释放的惯偷，第3个是鸦片贩子，
第4个，只是个教书先生。这前3个死者都有案底，第4个没有。我看看。案发当晚，王一刀从相好家中出来，偶遇了教书先生，两人发生肢体碰撞。王一刀觉得被冒犯，当场将对方斩杀。前面3个罪犯都还挺正常的，第4个有点蹊跷。有没有可能是杀红眼啦？前3起呢是谋杀，用大刀斩首；最后1起呢冲动杀人，用小刀刺穿心脏。虽然都是用刀，但杀人手法不一样，而且这个卷宗行文也有问题。怎么说？白大小姐，你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怎么对文字这么不敏感？你少废话，到底哪里奇怪了？你看啊，前面3起呢都是第3人称的客观描述加上第1人称的口述，其中占比大概是3比1。到了最后1起，基本上就没有了第1人称的口述，全是第3人称的客观描述了。也就是说，第4起是被栽赃的。我可没这么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严刑逼供。前面3起呢，罪犯还算清醒，还能够供述。到了最后1起，他已经撑不住了，上面又给了压力，就记他头上了。但这算违法呀！杀1个是死，杀4个也是死。只要他认了第1宗，后面结果都一样。那这些案子，在法理上是有瑕疵的。那个年代，想要在上海找到一件没有瑕疵的案件，也很难吧？哎呀，怎么有线索了？没有啊。那你出去吧。问你个事儿，10年前刽子手杀人案里那个被杀的教书先生，现在还有没有能联系上的新小红？他跟这个案子有关吗？这你就别管了，最好是被杀当天接触过他。行，马上撒了你去查去。这什么破纸啊？没办法，现在卷宗太多了，为了节约成本，我们都用这种工业造纸。这种纸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民国初年吧。那你看看，这个是警察局的纸。看纸质，应该不是吧？可这是死者桌子上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科长的卷宗不是真的，是有人造了一份给他的？聪明。那谁会给他一份10年前的卷宗？凶手呗，不然还有谁？你怀疑跟教书先生有关？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抓紧查哦。等会儿，怎么了？我的拍个笔。借我玩2天吧。等你消息哦。你别给我卖了啊！是，您放心，这案子我们很快就查清了，家属已经安抚好了，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好。哼，怎么又来了？回到案发现场，感受会清晰一点。有眉目吗？算有吧。怎么说？等我想明白了，写一份报告给你。您跟沈科长关系怎么样？还行吧，他也算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他人怎么样？人缘还不错，就是业务能力差一点，毕竟没怎么读过书嘛。可10年前那个案子，他可是立过功的。他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办过一件像样的案子，整天稀里糊涂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听起来，您对他不太满意。嘿，上海滩，对他满意的人不多。陆先生，朝田长找你。
厅长大人，回见。哎，兄弟，等案子破了，到宝来门西北详去。OK。